现在国内的竞争也很有意思，有些汽车企业的竞争方式令人难以启齿。中国汽车行业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但这次不是靠智驾飞升或出口破亿，而是被李书福的几句话彻底撕破了表面繁荣的遮羞布。有些竞争手段说出来都令人难以启齿。汽车就是汽车，不能靠造假换销量。李书福的这番话不只是痛斥行业不正之风，更像是在为一个病入膏肓的市场鸣丧钟。是的，中国汽车行业已经病了，病得不轻。而真正令人悲哀的是，很多人还在喝彩。在刚刚结束的2025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吉利控股董事长李书福没有参加现场，而是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发言。但这段演讲比任何现场发言都震撼。他直指当前车市充斥着假话、亏心事和低劣竞争，尤其提到说假话难以自圆其说，做亏心事天理难容。虽然没点名，但业内人士一听就明白，这是在怒对那些靠刷销量造热度玩数据的车企。而这种不择手段的背后，是汽车行业全面陷入价格战内卷泥潭的悲剧现实。李书福的怒火并非空穴来风。2024年，中国乘联会数据显示，全年超过 90% 的汽车品牌进行不同程度降价。2025年前5个月，新能源汽车平均降幅达 18%， 超过 70% 的新能源车处于亏损销售状态。简而言之，为了抢销量，中国车企正在大规模赔本赚吆喝，在行业里上演一场自杀式内战。当一辆新车刚出厂没几天，甚至没怎么上路，就被挂上二手车的名号，这不是段子，这是现实。这就是现在行业中的零公里二手车乱象。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2025年3月的调查报告，零公里二手车现象已在100多个城市、超过3800家经销商中蔓延，总量估计超过12万辆。这种操作背后隐藏着3重黑幕：一、通过上牌转手制造热销假象，欺骗投资者与消费者；二、帮助主机厂虚增销量数据，掩盖真实销售疲软；三、部分车企通过转二手平台回笼资金，缓解资金链紧张。而这场风暴的直接导火索是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在一次采访中大胆发声，指出这种乱象是欺骗消费者和市场的双重行为，更暗指某些负债过高的车企走在恒大的老路上。没错，矛头所指的正是比亚迪。据财报披露，截至2024年底，比亚迪总负债已达5847亿元人民币，其中短期债务激增至1927亿元。与此同时，其在2025年第一季度亏损达72亿元，是近年来最差的季度表现之一。而比亚迪方面也不是吃素的，品牌总经理李云飞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回应，造谣比造假更可耻。虽然未点名，但行业内都清楚，这场口水仗已变成一场隐秘的舆论大战。结果就是，车市成了战场，董事长成了战士，消费者成了炮灰。眼看局势持续恶化，中国商务部不得不紧急出手。据第一财经报道，2025年5月初，商务部召集10多家主流车企闭门会议，要求加强价格自律，遏制恶性竞争。但这种行政式劝导究竟有多大效力？汽车产业学者杨继刚一语道破天机：这种价格战的根源在于对销量的过度执念。只要销量还是企业和地方政府考核的唯一标准，这种零公里二手车等伪繁荣行为就不可能根除。这就像一场正在下沉的集体逃生，没有人愿意先停下来，谁先刹车，谁就被淘汰。于是，一边是政策喊话理性发展，一边是厂商继续卷到底；一边是李书福这样的老将呼吁别再自残，
一边是年轻品牌疯狂打折，连亏3年。很多人都还记得，中国曾宣布要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第一大国。2023年，中国新能源车出口全球第一，一度被称为国之重器。可现实是，2024年中国新能源车平均售价跌破12万元大关，超过60%的二线品牌出现现金流危机。2025年初，至少5家新能源车企已宣布破产。中国工程院院士欧阳明高坦言，我们的新能源产能是世界第一，但利润却全球倒数。更讽刺的是，政府不得不重启部分补贴政策。2025年5月，财政部重申对新能源车购置补贴政策延长至2027年，意图挽救市场信心。但这真的有效吗？一个已经靠补贴续命的行业，靠的不是科技创新，也不是消费者口碑，而是政策呼吸机。根据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前5个月，中国乘用车销量同比微增 3.6%， 看似增长，实则背后是整个行业在血拼价格，以亏损换生存的畸形景象。以新能源汽车为例，2024年前4个月，近60%新能源车型处于卖一辆亏一辆的状态。一些新势力品牌的单车平均亏损高达1万元以上。蔚来在2025年第一季度财报中披露，净亏损高达67亿元，小鹏汽车亦连续多个季度处于亏损状态。而恒驰汽车早已从高调登场沦为烂尾笑柄，最终成为中国汽车业的乐事。整个行业正朝着胜者通吃，败者全亡的极端迈进。残酷的是，这场价格战不仅没有培养消费者忠诚度，反而让消费者养成了等等党思维，永远期待下一个更低的价格。这种畸形消费预期正在蚕食车企的定价权、利润率乃至长期品牌形象。2025年5月，奇瑞汽车官微发布的一张对比海报引发舆论热议，暗讽某新能源车品牌电池偷容量。虽未点名，但舆论纷纷将矛头指向比亚迪。而比亚迪则迅速反击，发文质问有些品牌为何只会抹黑别人，不敢正视自己，战火瞬间蔓延。不久后，理想汽车创始人李想公开发声，我们选择做正确的事，但行业越来越多企业在做最赚钱的错事。言下之意，无不是在暗示行业正被一群不择手段、只追求销量的野蛮玩家主导。而这一切背后，其实是资本的焦虑，是融资难、增长慢、出口疲软、终端需求枯竭的中国经济现实。众多企业把希望压在报表好看上，哪怕是伪装销量、虚增库存，也要撑住面子，为下一轮融资 IPO 铺路。有人或许还记得，2023年中国汽车出口量超过日本，首次跃居世界第一。然而，短短1年，这一辉煌就被现实打碎。数据显示，2024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乏力，尤其在欧洲市场，因环保关税与反补贴调查影响，订单锐减。2025年4月，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车加征最高 38% 的临时反补贴关税，并将在6月实施正式措施。这一决定直接击中了比亚迪、上汽、吉利等主力出口车企的命门。与此同时，南美市场也在收紧，中国电动车在巴西、阿根廷面临高额关税与本地生产壁垒，原本被寄予厚望的走出去计划，几乎变成撞南墙。内卷、亏损、虚假繁荣、出口受限，中国车市正在经历的是一个近乎死亡的循环。一方面，企业为了活着而不断降价出货；另一方面，持续的亏损导致创新投入萎缩，技术停滞，行业陷入低价劣质的泥沼。而当泡沫破裂，资本抽离，留下一地鸡毛的，将是大量被虚假销量、财政补贴、资本高估值、
捧起又抛弃的新造车。中汽协曾预计，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将突破50%，但现实是渗透率越高，亏损越深。消费者享受白菜价的同时，其实也在亲手掐死那些有技术、有梦想、有担当的企业。李书福说的没错，说假话难以自圆其说，做亏心事天理难容。中国汽车工业原本是改革开放成果的代表之一，是中国制造扬眉吐气的象征。可如今，为了数字，为了一时的增长，它被异化成了一个表演赛场，一边烧钱造假，一边内斗撕逼。而这一切其实只是整个中国经济缩影。产业失序，资本撤退，消费低迷，监管失灵。曾经的制造强国口号，如今听起来更像是一个强撑的幻想。一个连造车都要靠造假支撑的国家经济，又能走多远？